美之物是永恒的喜悦，它的可爱之处只增不减，它永不会消失于虚无。听过的旋律是甜美的，但未听过的更为甜美。我唯一确信的是心灵情感的神圣和想象的真实。诗应该以精妙的过渡而非独特性来惊喜读者，它应该如读者自己最高思想的诠释，几乎像是一种回忆。我之所以更爱你，是因为我相信你喜欢我是为了我自己，而非其他。美即是真理，真理即是美，这就是你们在世上所知的一切，也是你们需要知道的一切。只有经历过，事物才会变得真实。大地的诗歌永不死亡。现在轻轻一吻，是啊，透过这吻，我誓言无尽的幸福。爱是我的宗教，我愿意为它而死。每一种艺术的卓越之处在于其强度，能使所有不愉快蒸发。你难道看不出来，一个世界的痛苦和困难对于培养智慧、造就灵魂是多么必要吗？你总是那么新鲜，你的最后一个吻永远是最甜蜜的。我的想象力是一座修道院，我是他的僧侣。哲学会剪断天使的翅膀。风景很美，但人性更加精彩。我曾经对于人们可以为宗教成为殉道者感到惊讶，我对此感到战栗。我不再战栗，我可以为我的宗教成为殉道者，爱是我的宗教，我可以为此而死。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稳定的，喧嚣才是你唯一的音乐。想象力抓住的美必定是真理。在我看来，几乎任何人都能像蜘蛛一样，从自己内心纺织出自己的空中堡垒。虽然街头的争吵是令人厌恶的事，但其中展现的活力却是美好的。最普通的人在他的争吵中也显示出优雅。强化自己智慧的唯一方法是对什么都不下定论，让思想自由穿梭于心灵。在我的散步中，我有2种奢侈品可以沉思，你的美丽和我的死亡时刻。哦，我多么希望能在同1分钟拥有它们。我现在的心情是，即使我在水下，我也几乎不会挣扎要浮到水面。大众，我无法不将其视为敌人，而我也无法在没有敌意的情况下对其发言。对于那个对抽象没有深爱，使他对自己的作品成为严厉评论家的人来说，赞美或责备只会对他产生瞬间的影响。我宁愿失败，也不愿不在伟大之列。诗歌应该让读者的觉得是对他自己最高思想的表达，几乎像是一种回忆。这里躺着一个名字刻在水中的人。没有比在伟大目标中失败更为激烈的地狱。那些不敢追随空灵声音的人，永远不会被加冕以不朽。我在黄金的领域中旅行甚远，看过许多美好的邦国和王国。对于一位伟大的诗人来说，美的感觉胜过一切其他考量，或者说抹去了所有考量。你提到拜伦勋爵和我们之间有这样一个重大的不同。他描述他所见，我描述我所想。我的任务是最艰难的。陆地与海洋，衰弱与衰退是伟大的分隔者，但死亡是永远的伟大断绝者。诗歌应该是伟大而不引人注目的，是一种进入人的灵魂，而不以自身惊动或令人惊奇的事物，而是以其主题惊动或令人惊奇。我将给你一个傲慢的人的定义，他是一个既无虚荣也无智慧的人，
一个充满仇恨的人不可能是虚荣的，也不可能是智慧的。人性中有一种电光火石，倾向于进化，因此在这些人类生物中，总是有一些新英雄主义的诞生。可悲的是，我们必须对此感到惊奇，就如同我们应该对在垃圾中发现一颗珍珠感到惊奇一样。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，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？请留言告诉我们，别忘了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会。